叫太阳站下！站下！皇上有旨，叫太阳站下。这是洪武皇帝朱元璋人生中下达的最后一道圣旨。经过太监和侍卫们的层层传述，即将落山的太阳仿佛真的听懂了这位皇帝的命令，稳稳悬停在栖霞山的边缘，纹丝不动。回望朱元璋的一生，就像一篇波澜壮阔的逆袭史诗。他不只是中国历史上得位最正的皇帝，也是封建王朝里起点最低的布衣天子。开局一个碗，结局一个国，完全称得上是地狱级难度的生存副本。可人生匆匆，不过短短100年光景，如今已经71岁高龄的朱元璋也即将迎来自己生命的落幕时刻。他独自屹立在漫天风雪中，眺望着大明的万里河山。恍惚间，他好像又看见台下站满了文武大臣，正整齐列队对着自己朝拜。李善长和刘伯温这2位顶级谋士依旧健在，他们步调一致走进奉天殿，是要把支离破碎的旧山河打造成前所未有的繁荣盛世。随着小汤河的呼唤声在耳畔响起，记忆碎片如白驹过隙般在朱元璋的脑海里不断闪现。小时候一日之间痛失双亲的场景，直到此刻他还记忆犹新。父母给刘财主打了一辈子工，到头来却换不来一块安身之地。也正是这段幼年的惨痛经历，让朱元璋在心底埋下了推翻腐朽元廷统治的决心。长大后，他收到汤河的亲笔邀请，投身到郭子兴的阵营，加入了义军队伍。在这里，他结识了自己这一生唯一的挚爱马皇后。还记得第一次踏上战场时的九死一生，他手里那把80米大砍刀很难砍破援兵身上的盔甲。好在郭子兴慧眼识珠，一眼就看出了他身上的潜质，不仅将他收为义子，还亲自为他赐名元璋。开始乃为元璋者，乃千年美玉，故为元璋。也正是靠着郭子兴提供的人马和物资，朱元璋才顺利迈出了自己创业的第一步。一路走来，他在不断学习成长的过程中，结交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生死兄弟。李善长给出的9字真言，让他避开了元军主力的锋芒，悄悄积蓄起了雄厚的军事实力。而神机妙算的刘伯温，则是为他指明了天下大势的走向，让他彻底看清了谁才是和自己争夺天下的真正对手。鄱阳湖之战，徐达用火攻战术力挽狂澜，帮他战胜了陈友谅这个最强敌人。往昔的回忆就像梦幻泡影一样，在朱元璋的脑海里逐一浮现。可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人生中的3大悲剧，朱元璋全都亲身经历过。那些曾经无比熟悉的故人，早已经陆续凋零在了岁月长河里。这种孤独又凄凉的感觉，无时无刻不在煎熬朱元璋的内心。或许是预感到自己即将下线领鸡腿盒饭，往后的日子里，朱元璋经常坐在书房门口晒太阳。没想到这天，他却突然感觉到一阵刺骨的寒意席卷全身。太阳啊！太监听后瞬间明白了朱元璋的意思，于是他赶忙命人把皇上抬到阳光最充足的地方。可即便晒着暖融融的日光，朱元璋依旧感受不到半分暖意，周围那彻骨的寒意正不断侵袭着他早已衰弱的身心。哎呦，太阳啊！禀皇上，太阳下山了。叫他站下！叫太阳站下！懵逼的老太监是一脸的懵逼，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劝慰。眼看朱元璋还在不断重复下达那道旨意，没有办法的他只能把这看似荒诞的圣旨传了下去。皇上有旨，叫太阳站下。皇上有旨，让太阳站下。皇上有旨，让太阳站下。可让大家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，天上的太阳竟好似真的听懂了朱元璋的圣旨，稳稳悬挂在了栖霞山的边缘，迟迟不肯落下。禀皇上，太阳站下了，乖乖的站下了。站哪儿了？在栖霞山上不动了。好啊，哎，日出自尽，日落西下，好啊，好。下完这人生中的最后一道圣旨后，朱元璋便如释重负般缓缓闭上了他的龙眼。随着那柄承载着他对马皇后无尽思念的痒痒挠摔碎在冰冷的地面上，洪武皇帝朱元璋也走完了自己波澜壮阔的璀璨一生。公元1398年6月24日，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于南京紫禁城驾崩，享年71岁。洪武31年，朱元璋驾崩，庙号太祖，葬于南京紫金山下，其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。